大家好，这名网友说，大包现在各省市都在对巡视工作进行表态。这名网友说，包各个省的一把手表态，是不是为了大换血之后来筛选可以替换的新力量？还有之前受过处分的人也被提拔了。这个替换肯定是就是为了替换才巡视的嘛。我的回复是，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之前受过处分的人员具体指的是谁啊？合肥市委书记费高云之前的确被处分过，有的处分呢的确是涉及到政治斗争。首先呢，的确是出事过，这个处分呢，它也分高举轻放，实际上就是包庇和故意找茬、动辄得咎两种情况，都很复杂，需要具体分析省委书记的关于巡视工作的表态呢，我给大家总结一下。这是吉林省委书记黄强呢，他没有提到习核心，但是说了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呢，习核心他说了，充分体现了以习包子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湖南工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然后说了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湖北省委书记王忠林说了，充分体现了以习包子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湖北的关心和重视。然后说了以实际行动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然后习思想他也说了必将对全省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他这个表态就抽象到起飞然后这个王忠林还说了，我们一定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包子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上来这王忠林太抽象了。王忠林是李克强提拔的，李克强在山东的马仔江大明提拔的王忠林李克强死了，只有江大明、曹魏洲少数几个人敢去吊唁李克强王忠林是李克强担任疫情小组长的时候提拔的。这名网友说呢，借包的地盘列一下关于某人对李克强总理的分析。3年疫情，全国核酸检测是由张元子全盘操控的。张元子也就是徐远平的老婆，珊珊的父亲。3年核酸检测获利有多庞大？你们想想，李克强退位之前，坚决不以国家资金为张元子的核酸检测费用报销，这是导致李克强被死亡的原因之一是要把习远平推出来背锅吗？这个王忠林以前在山东当交警的时候，对上司就是卑躬屈膝，特别的抽象王忠林呢，他应该是胡锦涛团队的第2梯队成员呢，因为习包子把别的后备官员都给抓了呢，他只能启用了王忠林。这是政治人物的表演，不要太在意，不要光看这个表面现象。就现在这种局面，习包子马上就下台了，如果他是习包子人，他还敢这么抽象表演，早就把他抓了。就是因为他不是习包子人，他才有恃无恐四川省委书记王晓辉他说了以习包子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说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啊。江西省委书记尹红他没有说习核心，但是说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啊。内蒙古党委书记孙少称呢，这个最牛，这俺的表演了，他既没有说习核心，也没有说两个确立啊，只是这么不咸不淡的说了一个践行两个维护的强力推动啊。云南省委书记王宁呢，他也没有说习核心，他只说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啊。昆明呢，这是提级巡视嘛，好像唯一的一个，还有5个副部级嘛。但是这个昆明市委书记呢，刘鸿渐，他说了以细胞的同志为核心，然后说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啊。看他这个跟他省委书记还2句话保持一致啊。但是这个刘鸿渐他应该是没有资格出席这个周边工作会议的，也就是说这个很可能传达了细胞子下台的这个会议呢。这细胞子到底是逐步的淡化下台呢，还是突然一夜之间下台呢？很可能他就是突然就下台了呀。我们看这7个省委书记呢，有4个，这已经超过半数了，就不再提这个习核心了，因为这很可能是政治局会议做出的决定了。但是还有3个省委书记还在装，就说明这个会议规定可能是暂时不让往下传达呀。但是省委书记这个级别应该已经开会传达了呀，他们都知道政治局可能已经宣布细胞子不是核心了，那就是政治局宣布细胞子下台了呀。因为最低就是细胞子它不是核心了，这核心和下台不太可能分成2步啊，还走得那么细呢。它不是核心，它就是下台了呀。网传呢，习明泽陪同细胞子访问越南呢，但是这名女子呢，很明显在和越南国家主席梁强交谈啊。因为越南也是共产党独裁的体制啊，这个梁强呢，他在政治局的排名，在越南政治局的排名呢，应该是第2，他应该就是越南的2把手吧。这个习明泽呢，他不学无术，他怎么可能会说越南语呢？他天天在纽约中央公园的1000万美金的公寓里炫富，怎么可能会越南语这种小语种呢？陪同细胞子访问越南的那个不是习明泽啊，就是2025年4月15日，应该4月15日还是16日吧，站在这个细胞子和越南国家主席梁强身后的这名工作人员呢，他不是习明泽。这种谎言的害处就在于它会让真正的习明泽逍遥法外啊，就有那么一点替细胞子和习明泽洗地的嫌疑啊。就共匪特务他传播这个假照片，传播这个虚假叙事的目的呢，真实目的可能就是想让大家搜索不到习明泽真实的照片呢。网上所有流传的习明泽的照片呢，只有这5张是习明泽本人啊。就拼命传播习明泽的假照片，他就是共匪特务在替习明泽细胞子洗地啊，就和那个阿里巴巴和40大盗那是一个道理啊。他在所有的门上都画一个圈，大家就找不着了呀。再放烟雾弹，就是网上习明泽的照片只有这5张是真的，这第6张这张可能也是真的。除了这5、6张之外呢，其他都是假的呀。只有习明泽和他妈在一起，和他家人在一起，这才是真的照片啊。和他爸细胞子，和他妈彭丽媛给他背书的。其他呢，这3张成年的照片呢，都是证件照，也就是说习明泽成年之后没有任何一张真实的生活照在网上出现过呢。这张呢是习明泽生孩子之后的照片呢，这张呢是生孩子之前。
这张有没有生孩子？这张我不太确定啊。就生孩子之后，人的脸呢，人的容貌会改变，有细微的改变，能够识别出来啊。一般呢，同一个人的人脸比对呢，相似度应该在90%以上呢。这两张呢，这张照片带反光，这张戴眼镜，影响这个识别呢。它是同一个人，人脸比对尽管有影响，都是63%呢。席明泽和这个翻译的人脸相似度只有14%呢。就最近刚抓的那个江西省新余市委书记汪德和，他和吴官正的人脸比对相似度都有21%呢。汪德和是吴官正的侄子还是什么？我经常搞错这些中国的亲戚关系的名称啊，我特别反感中国这种等级森严的制度啊。就反正汪德和和吴官正是有血缘关系的亲戚啊。就是父母和子女的人脸比对相似度呢，应该至少在20%以上呢。因为它有的照片质量不好呢，又会影响这个效果。一般是在25%到50%啊。就同一个人的人脸比对啊，像这种戴眼镜呢或者反光呢，它应该是影响效果也都在50%以上呢。就网上这种人脸比对软件很多的是啊，大家自己去比对一下不就知道了，几秒钟就出结果了。再说这席明泽他在纽约呢，席包子去越南，这都是中国的后院啊，包括马来西亚、柬埔寨，中国能控制席包子才敢让席包子去的呀。席包子怎么舍得让自己女儿去越南呢？这席明泽如果真的去越南，万一被扣住了不让回美国怎么办呢？出访马来西亚呢，席包子又开始他的抽象表演啊，对着马来西亚元首直接念小本本呢，把这小本本又掏出来了。马来西亚元首这一脸迷惑呀，就这么几句中文随口就能说出来，难道真的是这席包子外交场合只能照本宣科吗？席包子好像说过中国自主外交啊，但是席包子现在还是不是中国的最高决策者呢？如果是最高决策者，为什么还要拿个小本本出来呢？因为刚刚换的这个中国商务部的正部级的谈判代表啊，他不是席包子人，我还没有展开讲呢，暂时不知道中国下一步他会怎么操作呢。马来西亚是东盟国家中拥有对中国贸易顺差的国家。2024年，中国与马来西亚双边贸易额创下历史新高，达到2120亿美元，同比增长11.4%。中国对马来西亚的出口总额是1014亿美元，同比增长16.1%。中国自马来西亚进口的总额是1105亿美元，同比增长7.4%，基本上是贸易平衡的呀。中国连续第16年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根据马来西亚媒体报道，马来西亚警方为确保席包子的安全，采用高级别反恐布防，同时出动可以干扰多种无线电波和电话讯号的反恐车。马来西亚警方五吉安曼内部安全及公共秩序部12日派出大批行动部队官员，在吉隆坡国际机场大红花贵宾厅大厦入口开展大型反恐演习，确保席包子在访问大马期间不会出现任何的安全问题啊。五吉安曼好像是马来西亚警察总部的所在地吧，行动部队就是特警吧。这名网友说呢，我要看狠人胡春华表演把席包子加离会场啊。我的回复是我也想看，谁不想看这样的节目效果呢？看热闹还怕事儿大吗？我不了解胡春华呀，胡春华真的是狠人吗？没看出来啊。好的，谢谢大家。